当地时间9月19号，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大发表讲话时提到中美关系。拜登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也并不想与中国脱钩。与此同时，拜登也不忘记继续推销美国领导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例如七国集团、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9月19号，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帷幕。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近30分钟的讲话。When it comes to China, I want to be clear and consistent. We seek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so it does not tip into conflict. I've said we are for de-risking, not decoupling with China. 拜登补充说，美国也随时准备在重要的国际议题上，比如在欺骗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此次讲话中，拜登并未提及台湾问题。上周末，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马耳他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多轮会晤。就台湾问题这一中美高层会晤必谈的内容，王毅再次全面阐述了中方严正立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必须恪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拜登在联大未提及台湾问题，被视为对中方划红线的回应。今年以来，美国政客搞出了不少闹剧，从年初的气球事件到不断炒作涉台问题和南海问题，严重冲击中美关系。对于中方而言，只有美国把对华承诺落实到位，严格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双方才有进行更高层级对话的可能性。美国当前面临着通胀压力，还面临着这个各国去美元化的挑战，以及中美之间有可能爆发一些冲突的这种风险，所以美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稳定，保持中美关系不至于持续下滑。在联大演讲中，拜登还用相当大的篇幅强调美国的所谓领导力，强调美国领导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例如七国集团、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以及不久前刚成立的印欧经济走廊等。外界认为，这些新旧机制的共同特征是都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拜登还表示要强化与盟友及伙伴国的科技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拜登联大演讲2天前，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启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机制包括非洲、欧洲、北美、南美和加勒比海的大西洋沿岸32国。据悉，这一机制不包括军事合作。分析指出，美方在印太战略之外另外拉朋友圈，是为了因平衡印太战略而受到冷落的国家。不过，外界预计美国为此投入的资源相当有限。深圳卫视注意到，拜登在联大期间还罕见会见了中亚5国领导人，标志着美国和中亚5国 C5+1 对话机制首次提升至总统级别，旨在扩大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C5+1 机制于2015年启动，原本为外长级。观察认为，所谓的 C5+1 机制与美国更早时候提出的大中亚计划和新丝绸之路计划一样，是美方的政治工具。但美国的中亚战略一直缺乏实质经济内容，多年来以推进情报渗透为主，是中亚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之一。这次拜登提出了关键矿物以及能源方面的合作可能性，但与以往一样，没有任何具体合作项目。We're also discussing the potential for a new critical minerals dialogue to strengthen our energy security and supply chains for years to come. 近年来，美国政府把所谓多边主义挂在嘴边，却大搞小圈子政治、小集团对抗。仅近2年成立的新小集团就包括美英澳 AUKUS、美日韩3角同盟、印太经济框架，针对南太岛国的蓝色太平洋伙伴倡议，针对中东的 I2U2 集团等。外界认为，美国大肆拉拢小集团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明显，而美方发起这些小集团只是第一步。通过这些机制搞长臂管辖才是美国的真实目的。例如，今年8月9号，拜登签署行政命令，限制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敏感技术领域的对华新投资，不仅要求美企就其他科技领域的在华投资情况向美政府进行通报，也要求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也这么做，但遭到了外国政府的一致反对。
观察指出，美方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过去数十年，美国对华战略的老两手是接触加遏制，而拜登政府的新两手则是竞争加管控竞争。无论是老两手还是新两手，美国与盟友及伙伴国的利益都不一致。美国智库机构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最新报告显示，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过去10年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与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的进出口规模提升分别为40%和45%。除文莱外，所有成员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地都是中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报告结论指出，虽然美国以拉小集团的方式希望这些国家远离中国，但中国与他们的合作却在不断加强。美国肯定还会以所谓的自由和公平等价值观为由头，继续推行一些涉华的行动、施压行动，拉拢更多的盟友和伙伴加入其中。实际上，中美近期也加强高层接触。在过去3个月内，几乎所有拜登内阁重要成员全部访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11号还表示，美方始终期待王毅在今年年底前访美。外界注意到，当地时间19号，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副主席韩正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韩正表示，中美保持气候对话和合作，对于两国和全球都有重大积极意义。中方愿与美方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携手推进气候治理，共同为人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克里赞赏中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的成果，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围绕气候变化等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此前一天，韩正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这确实需要我们双方进一步共同拿出诚意，相向而行，共同努力。我们中方也真诚地希望美方能够以更加务实的行动来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19号，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纽约应约会见美国代理常务副国务卿纽兰，驻美国大使谢锋参加。马朝旭表示，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及国际社会期待，双方应加强对话，妥处分歧，推进合作，把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纽兰表示，美方愿继续同中方加强沟通、对话与合作，负责任地管控分歧，致力于美中关系稳定发展。这种两国高层的频繁互动，使得中美两国能够在彼此关心的重要问题上，了解对方的态度、立场和政策以及底线。在即将举行的这个 APEC 领导人峰会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的进行评估。因为当前的美国特别的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赴美参会。欧洲现代外交网站17号刊登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呼吁美国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与亚洲国家的互动中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这是在邀请美国进入一个外交新时代，美国应该听从这一呼声。文章指出，在当今互联互通并且多极化的世界中，外交行动变得更加复杂，霸权和冷战思维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全球政治的未来在于合作、共同进步和共同目标。亚洲国家渴望挖掘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潜力，而抓住这一机遇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也有利于整个亚洲地区的稳定和繁荣。通过在亚洲问题上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美国有难得的机会来表明自己致力于成为具有建设性的全球伙伴。